很多人以为呢，美国这次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代号为史诗愤怒的军事行动，目的呢是控制全球能源，重塑美元霸权，还有呢就是收更多的保护费，甚至呢还有大把的人觉得中东这个火药桶这次彻底炸了，中国这边呢石油供应肯定是要断的，沿海的制造业呢就得跟着倒霉。如果你真的信了这套表面说辞呢，那你就是被西方媒体精心包装的战赢法给忽悠了。真相到底是什么呢？真相呢就是五角大楼直接在波斯湾砸进去上千亿的美元，却亲手把整个西太平洋的战略主动权呢原封不动地端到了中国面前，更是将全世界的经济踹进了深渊啊，让全球经济更离不开中国制造。咱们呢不但没有吃亏，反而是这波国运轮转的最大赢家。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武然。战争呢打了半个月啊，我们再好好的盘一盘美军这次硬生生给自己挖的巨坑啊。2026年2月底呢，华盛顿算盘打得啪啪响啊，本想靠着自己先进的隐身战斗机和几波战斧巡航导弹就能用4天的时间呢速通德黑兰啊，结果这一脚踢到了钢板上。虽然打死了哈梅内伊和一众高官啊，可是伊朗压根儿就没有按套路出牌，直接把指挥权下放到了基层，打了一场去中心化的消耗战。美国人呢瞬间发现自己被拖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泥潭啊！咱们用最直观的真金白银说话，开战仅仅4天，美军呢就在中东蒸发了将近19亿美元的硬件设备，这些不是所谓的破铜烂铁啊，全是压箱底的战略级宝贝。可是专门用来监视几千公里外动静的千里眼啊，被伊朗的火力直接就砸瘫痪了。阿联酋卢韦斯的 ANTPI-2 型雷达，也就是萨德反导系统的核心阵眼啊，价值5个小目标被炸成了一堆冒烟的废铁啊。更魔幻的情景呢发生在科威特，当地的防空系统一紧张，竟然大水冲了龙王庙啊，把美军自己的3架 F-15E 攻击鹰战斗机给揍下来了。2.82亿美元就这么样打水漂了。之后几天，伊朗就像开了天眼一样，又打下了美军又一架 F-15，还有一架加油机啊，对美军的反导系统的雷达站呢一个一个的点名，直接瘫痪了美军在中东的整个反导体系。但是这还只是看得见的硬件损失啊，美军呢为了拦截那些漫天飞舞的伊朗自杀式无人机和老式的弹道导弹，一口气打光了价值近150亿美元的精确制导弹药。你以为美国的国库是聚宝盆吗？这种烧钱速度啊，就连华尔街的金融巨鳄们看了都要连夜吃速效救心丸啊！这呢就牵出了一笔让人啼笑皆非的费效比烂账啊！伊朗扔过来一架逆向工程搞出来的沙赫德无人机，造价顶多也就2-3万美元吧，就跟一辆带着翅膀的农用3轮车差不多贵。美军这边怎么应对呢？雷达警报一响，直接发射一枚爱国者 PAC-3 拦截弹，400万美元就没了。要是拦截高空弹道目标，那就得动用萨德拦截弹，一枚就是1270万美金。用1000万美元级别的防空导弹去打几万块钱的飞行摩托，成本交换达到了夸张的114比1。美国正拿着一把装满黄金子弹的枪啊，疯狂扫射自己的钱袋子。眼看着中东的防空网快被伊朗廉价的饱和式打击给榨干了，五角大楼彻底急眼，做出一个让整个亚洲盟友都脊背发凉的决定。他们呢，竟然开始从韩国抽调萨德系统和爱国者导弹阵地，紧急打包进了 C-17 运输机，运到中东救火。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的内阁会议上苦涩地承认啊，虽然首尔强烈反对美军抽调防空武器，但现实是韩国根本没有办法对华盛顿说 no。 驻韩美军这些装备本来就是防着北边那位的，现在大哥另一位兄弟呢家里走水了，所以小弟的水桶就得直接被拎走去救火啊。这个事儿呢就非常有意思。过去几年呢，华盛顿天天在把第一岛链挂在嘴边，把阻止威慑吹得神乎其神，说要在西太平洋建立一道密不透风的铁壁来遏制中国。
就在2026年最新发布的国防战略的报告里，五角大楼呢还信誓旦旦地说要建立强大的防御阵地啊。结果呢，中东那边稍微上点强度，他们自己就把第一岛链的篱笆给强行拆掉了。各位老铁啊，如果是你看到盟友大哥连夜卷铺盖把防空导弹搬走，你慌不慌呢？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呢，这是一场免费的价值连城的实战观摩课。伊朗呢轻易而举地摸到了萨德系统的雷达盲区，直接把美军神话般的防御网底裤都给扒下来了。解放军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原来美军吹上天的多层防御体系在面对低成本饱和式打击时如此的不堪一击。美国目前的萨德拦截弹全球库存满打满算呢也就600来枚啊。去年6月的12天冲突里，一口气就打掉了1/4，现在的防空导弹也就快打光了。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生产线根本转不过来，就算五角大楼现在砸钱要求产能翻4倍，你今天下订单买1枚萨德，最快呢也得等到2030年才能交货。这就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未来的3-4年里，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导弹防御能力将处于历史绝对低谷啊。西太平洋的军力呢也就彻底空虚了。目前美军的林肯号、福特号的2个航母打击群被死死地盯在中东，动弹不得。刚刚结束演习的布什号航母也被紧急调往了波斯湾，驻扎在横须贺港的华盛顿就成了亚太海域仅剩的独苗。美国原本打算在2026年的国防战略中把防务重担甩给盟友，要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防开支提高到 5%。 结果呢，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撤走了实打实的防空保护伞，让日韩呢彻底看清了所谓坚如磐石的安全承诺到底是个什么成色。失去了美国硬实力压阵，日韩澳这些国家拿什么在亚太地区进行挑衅呢？中国根本不需要动一兵一卒，这种地缘上的战略真空已经为我们掌握第一岛链、巩固南海和台海的绝对主动权呢提供了绝佳的战略窗口期。说完军事，咱们再把视角转到经济账上，看看这场中东乱局呢是怎么让全球经济哀鸿遍野的，又怎么能让中国稳坐钓鱼台的。随着战火的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掌握着全球 20% 石油和天然气命脉的咽喉要道就被彻底掐断了。每天呢有2000万桶原油直接从国际市场消失了。国际油价就像脱缰的野马啊，布伦特原油直接冲破了100美元的大关，甚至一度摸到了120美元的恐怖高位。虽然最近一直在震荡啊，但是上涨的势头是难以抑制的。海运的保险费暴涨了10倍，无数的油轮和货船在海峡外徘徊，不敢越雷池一步。欧洲的天然气价格瞬间飙升了 23%， 卡塔尔天然气出口设施彻底停摆。那些指望着中东液化气续命的欧洲和亚洲国家，现在只能面对天价的账单而瑟瑟发抖。究竟是谁在这场能源危机中流血最多呢？恰恰是那些跟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市场上贴身肉搏的竞争对手。看看日本和韩国吧，日本 90% 的原油依赖中东进口，韩国呢有 70% 的原油必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油价翻1倍，日韩的制造业成本直接爆炸。韩国的恐慌情绪甚至蔓延到了金融系统啊，股票惨遭血洗。为了防止崩盘，韩国政府不得不启动紧急高达100万亿韩元的市场稳定基金来强行救市。再看看越南、泰国这些东南亚制造国，他们严重依赖进口能源和化肥原料，现在面对暴涨的运费和原材料价格，工厂可能连机器都开动不起来了。这个时候肯定有人问了，中国也是石油进口大国，一天消耗这么多原油，我们难道就不怕被断供吗？这呢就不得不佩服中国过去20年的战略布局的毒辣眼光了。西方国家以为封锁中东就能掐住中国工业大动脉，但他们完全算错了账啊！中国目前的战略和商业石油储备高达12到14亿桶，就算一滴油也运不进来，也足够支撑全国120到130天的纯进口需求。
我们手里还捏着一张叫影子舰队的底牌，大约150艘悬挂着便利旗、关闭了 AIS 定位系统的老旧油轮，正巧妙地避开交战区，通过伊朗南部的贾斯克港源源不断地往国内运油。哪怕海运真的全断了，我们还有来自俄罗斯和中亚的陆运能源通过管道日夜不停地进行输血。另外，还有我们最硬的底气啊，其实是国内能源结构的转型。2024年，中国新增电力需求中有 84% 是由清洁能源满足的。去年中国卖出的新车里有将近一半是新能源汽车。化石燃料在中国整体能源消费体系中的比重正在被疯狂压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来的油气，如今只占中国总能源消耗的 6% 左右。这场让日韩痛不欲生的中东石油危机对中国工业核心的冲击就像挠痒痒。大家品出这其中的味道来了吗？当日本的汽车厂、韩国的化工企业、欧洲的机械巨头都因为天价的能源而被迫停工减产，产品大幅度涨价的时候，中国工厂依然在利用廉价的风电、光伏电和稳定的供应链全速运转。在未来的1年里，全球消费者和企业将无奈地发现，除了中国的产品，他们根本买不起其他国家的工业品。世界经济前景越是暗淡，全球市场对中国制造的依赖程度就会越发病态的加深，中国在全球供应链里的霸主宝座就焊得越死。把目光拉回华盛顿，咱们再看看这场战争泥潭里焦头烂额的特朗普政府。特朗普现在是真真切切的被架在火上烤。他原本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想解决国内的通胀问题，结果这一打呢，120美元的油价直接让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原地起飞啊！普通老百姓开着车去加个油，看着计价器上的数字，心都要滴血啊！通胀呢不仅压不住，反而有2次爆发的危险。董王面临着2026年中期选举的巨大压力，选民们可不管你用导弹在中东炸了几个地堡，他们只关心自己去超市买面包、给皮卡加油时候要掏多少钱。美国后院起火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啊！国际贸易法院刚做出裁决啊，逼着董王退出之前违宪征收的关税。这涉及到几十万家进口商，5000多万笔报关单，里面是一个将近2000亿美元的巨大财政窟窿。法官不给面子，要求立即还钱，还得加利息。一边呢是中东战场每天烧几十亿美元的军费，另一边是国内2000亿的退税催命符。特朗普呢，现在面临的就是一个解不开的死局啊！前线的美军防空导弹每天都在消耗，不批巨额军费补充弹药，美军就要在中东被无人机生剥活吞。要是批了这笔钱，国内的老百姓和政敌就要指着鼻子骂他，把纳税人的血汗钱扔进沙漠。董王的支持率正在被这场没有尽头的战争一点点放血放干净。美国折腾这一大圈，损失了上千亿美元的真金白银，耗干了引以为傲的防空导弹库存，把日韩盟友呢推进了一个危机的火坑，甚至连最铁杆的海军陆战队老兵都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反战。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是给中国换来了一个极其宽裕的战略窗口期，以及全球制造业不可撼动的垄断地位。什么是大国博弈的最高境界？那就是咱们不需要往波斯湾扔1架飞机、射1枚导弹，就静静地看着对手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被一场错误的消耗战彻底拖垮。朋友们，你们觉得美国这种靠东拼西凑维持体面的战略还能糊弄世界多久呢？在这场全球大洗牌中，咱们中国还能抓住哪些隐形的红利？欢迎呢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高见，咱们一起聊一聊。如果你觉得五人今天我呢盘点的还算透彻，别忘点个赞，顺手呢分享给更多的人看看，让大家认清这场大戏的真相。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